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想给大家介绍《贫穷病的治疗方法》这本书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如果不治疗贫穷病，您将终生贫穷；第二，越早治疗贫穷病越好。首先，让我从第一部分“如果不治疗贫穷病，您将终生贫穷”来开始解释。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：您是想成为有钱人还是穷人呢？相信所有的人都会回答，当然是有钱人了。然而，在日本，拥有1亿日元以上金融资产的富裕阶层仅占2.3%，也就是说，约98%的人一生都无法成为有钱人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这是因为他们患上了贫穷病，成为了金钱的奴隶。即使许多人努力工作，收入不错，却依然无法摆脱贫穷，存不下钱。这是因为大多数人只追求增加工资，成为收入者，而不是资产家。资产家依靠能产生收益的资产生活，而收入者则不断购买不能带来收益的物品，陷入了贫穷病。如果你想变得富有，首先就需要治疗这种贫穷病。那么，什么是贫穷病呢？贫穷病有以下5个典型症状：一、购买不能带来任何收益的物品；二、轻信他人的话，依赖他人；三、不学习相关知识，却乱花钱；四、误以为自己是富人；五、总是梦想着一夜暴富。以上这5点是贫穷病的典型症状。很多人可能在这些症状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。您需要确认自己属于哪种症状，并弄清楚自己为什么总是缺钱，为什么无法存下钱。这是治疗贫穷病的第一步，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。下面我们将通过一些实际例子来详细解释贫穷病的5种典型症状。首先是第一个症状，购买不能带来任何收益的物品。35岁的吉野先生因为升职加薪，并考虑到孩子的未来，买了一套需要还35年贷款的公寓。他认为房子是资产，但这其实是一个误解。对于个人来说，需要还贷的房子和汽车并不是资产，而是负债，因为他们每个月都需要从您的口袋中掏钱。只有能带来收益的东西才是资产，比如出租的房子。如果不理解资产和负债的区别，您就无法成为有钱人。很多人只购买像自住房和汽车这样的负债，陷入了贫穷病。因此，在花钱时，请务必考虑这是否属于资产。接下来是第2个症状，轻信他人的话，依赖他人。袁先生年收入1500万日元，听前辈推荐股票后立刻进行购买，结果股票大跌。为弥补损失，他继续打听并跟风买入，结果损失惨重。这种轻信他人、不独立判断的行为，是贫穷病的典型表现。如今投资赚钱的故事泛滥，但即使别人赚钱，也不代表您同样能够成功。投资需独立思考，不能轻信他人。银行职员和理财顾问的建议也需谨慎，他们推销的产品未必对你有利，可能风险会更大。接下来是第3个症状，不学习相关知识，却乱花钱。30岁的西川先生在 IT 公司工作，他自豪地说：“现在是无现金支付的时代，我所有账单都通过电子货币和信用卡支付。”他的支付方式很快捷，看起来很时尚，但几乎没有积蓄。由于电子货币和信用卡进行了绑定，他每月在不知不觉中花光了所有的钱，有时甚至还出现赤字，不得不动用储蓄。此外，信用卡分期付款的利率高达14%至15%，而信用卡公司不会提醒我们，因为他们是靠此机制来赚钱。对于缺乏金融知识的人来说，他们就是金融机构的目标。如果我们不学习理财，财富就会被这些陷阱悄悄吞噬。接下来是第4个症状，误以为自己是富人。35岁的餐厅老板森先生年收入超过了2000万日元，但他错误地认为成功人士需要豪车、名牌，于是花1500万购买了奔驰汽车，穿着各种名牌，频繁外出进行炫耀，结果导致了几乎没有积蓄。他不停地挥霍，注重面子而非积累财富，是贫穷病的典型。接下来是第5个症状，
总是梦想着一夜暴富。40岁的安田先生每周都买乐透6彩票，认为中奖只是时间问题。然而2年来，他只中了几次小奖，他依然不肯放弃。从概率上看，中大奖是几乎不可能的。像安田先生这样的人，常被虚假的广告或高回报骗局所吸引，总是梦想快速致富。然而现实是，富裕阶层仅占日本人口的2.3%。总的来说，不要幻想一夜暴富，也不要盲目相信别人，要理解自己为什么存不下钱，避免这类错误观念，才能走向富裕。接下来是第2部分，越早治疗贫穷病越好。作者认为，要摆脱许多人陷入的贫穷病，并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情。这是因为方法其实只有3种。首先是要做好支出管理，其次是要增加收入，最后是要提高利率。听起来非常简单，对吧？只需要执行这3种方法就行了。重要的是要全部都执行到位。但现实的情况是，大多数人只关注第2种方法，即如何增加自己的收入。遗憾的是，如果只有这种想法，您就得永远工作下去，永远无法摆脱老鼠赛跑的局面。在世界名著《富爸爸穷爸爸》中，提到了要尽快摆脱老鼠赛跑的局面。所谓的老鼠赛跑，就像老鼠在旋转的跑轮里永远奔跑一样，无论您多努力工作，资产都不会增加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每个月赚30万日元，每个月花费也是30万日元，那么资产就不会增加，投资这个增加资产的强大工具也无法启动，生活也永远不会变得轻松。摆脱不了老鼠赛跑的人，简而言之，就是无法摆脱没有工作就无法生活的人。作者指出，许多人无法摆脱老鼠赛跑的原因是，他们过于专注于增加收入，而忽视了第1种支出管理和第3种提高利率的重要性。无论您多努力的工作赚钱，如果没有做好支出管理，那么一切都是徒劳的。即使您年薪1000万日元，如果每年都花掉1000万日元，那么您的财富也不会增长，您也绝对不可能成为富人。这种情况下，您需要的是彻底的支出管理。确实，支出管理是一项单调而又繁琐的工作，但如果不去做的话，您将永远无法成为富人。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牢记在心。首先要通过日常工作赚钱，然后彻底管理支出，才能开始投资，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成为富有的人。贫穷的人常常表现出支出不当，导致钱包里的钱不断流失。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，生活就永远无法变得轻松。因此，请务必学习并掌握解决方案，通过改善资金流来摆脱贫穷。资金流指的是资金的流动情况。通过观察资金流状况，我们甚至可以了解一个人对金钱的态度和性格。贫穷的人的资金流有其特点：收入较低，没有资产，他们只有通过不断的挣钱来支付生活费，根本没有利用资产和负债部分。这就是典型的老鼠赛跑的资金流。那么一旦有了一些赚钱的能力，又会发生什么呢？举个例子，我们来看看一般被认为收入较高的人，比如年收入约1000万日元的人，他们的资金流是怎么样的。当收入增加时，很多人的反应往往是提高生活水平，结果就像前面所说的一样，要么他们不断的花钱来支付生活费用，要么就是购买负债。尽管收入增加了，但支出也相应的增加了。他们可能会购买房屋、汽车等负债。尽管收入相当高，但生活水平却没有得到改善，这也是无法摆脱老鼠赛跑的人们的典型表现。那么，要成为富人，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资金流呢？富人的资金流是没有负债的，这是因为他们不依赖于劳动收入，而是依靠资产产生的收益。在支出方面，他们使用资产产生的收益来支付，如果有剩余，就再次将钱投入资产，这样他们就形成了一个循环，使得他们的财富不断的增长。他们可以在资产产生的收入上享受奢侈，提高生活水平，因为这些钱是每月自动流入的。
例如，如果一个人拥有3亿日元的资产，并以3%的利率进行投资，每年将有900万日元的被动收入。使用这900万日元进行奢侈消费是完全没问题的，因为原始的3亿日元资产没有任何减少。然而，许多人却倾向于用自己劳动所得的钱去奢侈消费，这就导致了一种恶性循环。他们的钱很快就会被用完，不得不重新开始工作。作者在书中明确指出，靠劳动收入去奢侈消费的人，实际上是非常愚蠢的。患有贫穷病的人的资金流动仅限于收入和支出，或者只是不断购买负债，而富人则是将资产、收入、支出、剩余不断循环。这就是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明显区别。要想变得经济上有余裕，或者成为富人，就需要将您的实际资金流向接近富人的资金流。那么，如何才能创造出与富人相同的资金流呢？我相信大家都已经隐约有所了解，那就是通过彻底的支出管理。首先是大幅度削减支出，比如一个月的收入是30万日元，而之前一直花费了30万日元来支付生活费的人，通过彻底的支出管理，将生活费降低到20万日元，那么每月就会有10万日元的自由资金。这笔钱将成为您未来使用的资金基础。利用这笔钱逐步购买资产，并使资产产生收入，就可以创造出与富人相同的资金流。然而，大多数人却无法创造出这笔用于购买资产的自由资金。首先是因为他们的支出管理太过松散，而且一旦收入增加，他们就会立即提高生活水平，导致生活费用也会随之增加。比如，一个月生活费用为30万日元的人，即使月收入增加到了50万日元，也会将生活费用提高到接近50万日元。这样一来，就无法腾出用于购买资产的自由资金，只能一辈子陷入老鼠赛跑的局面之中。但是，大家在了解了富人的资金流之后，应该会采取不同的行动。具体来说，即使月收入从30万日元增加到35万日元或40万日元，也绝对不会立即提高生活水平。同时，通过削减固定支出，如房租等，进行彻底的支出管理，逐步减少支出。通过这样的方式，才能腾出用于购买资产的自由资金，然后持续购买资产。这是普通人成为富人的唯一途径。本书提出了一些方法来削减不必要的支出：一、彻底减少像房租和通讯费这样的大额固定开支；二、在每月薪水到账后，按照用途进行分配，通过最初的分类，可以避免浪费；三、回到家后，将购物收据放入消费、浪费、投资3个盒子中，明确支出的目的，可以自觉地减少浪费；四、不要使用信用卡，使用信用卡会导致支出增加25%。五、除了交通费之外，不要使用电子钱包。与现金不同，你无法一目了然地知道自己花了多少钱。六、不要只为了各种积分或里程而进行消费，否则就会陷入大量不必要的购物中。通过执行这些可行的方法，可以逐步减少支出，一步步向着成为富人的阶梯迈进，然后尽可能地筹集购买资产所需的自由资金，并坚持不懈地购买资产。对于许多人来说，直接购买像房地产等大额资产可能因资金不足而难以实现。每月坚持购买像指数基金或者持有股票这样的资产，是许多人可以实施的现实方法。让我们尽快付诸于行动吧。希望我今天分享的内容对大家能有所帮助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